深夜，临安清湖东边，韩世忠、韩郡王新建的宅子里，管家急匆匆领着一位方士和一个小童从侧门入，径直去了郡王女儿的闺房。方士不敢乱动，只是低着头，眼观鼻，鼻观心。就听管家说：“老爷，宋安国宋先生到了。小姐的病情我已经向他交代过了。”韩世忠点点头，有劳先生为小女诊断。方士走到床帐前，稍一停顿，在一旁伺候的奶妈马上上前撩开床帐。果然如管家所说，郡王女儿脸色铁青，几乎气若游丝。看罢，方士退后一步，奶妈又赶紧将床帐放下。不等韩家人开口，方士便问道：“小姐是不是今晚在后院发作的？”韩家人说是。方士又问：“后院是不是有一口井，上面盖着一块大青石？”韩家的仆人答道：“的确有。”方士接着问：“小姐是不是看到两个女人？一个是18、19岁少女，着鹅黄纱裙；一个是50多岁老妇人，戴圆帽，着黑衫。”韩家人说：“小姐的确说有一老一少两人，老的穿黑衣，少的穿黄衣。”方士点头道：“小姐被黑衣老妇用剑刺伤胸口，但不会有性命之忧，只是这两个人缠住小姐不肯离开。现在来不及多解释，当务之急是把他们赶走。我将不得不与小姐有所接触，还望……”不等他说完，韩世忠便道：“救人要紧，先生无需多言。”于是方士向管家要来一根竹竿，再向小童伸手。小童默契地马上从包袱里取出一沓纸钱和一条细细的麻绳。方士用麻绳将纸钱捆起来，吊在竹竿上。小童接过竹竿，熟练地扛在肩上。方士让小姐吹一口气，然后与她嘴对嘴，将小姐吹出来的气接住，再对着竹竿的一头向另一头将这口气吹出。这样来回进行了2次，竹竿竟然弯掉了。方士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，说：“如此强盛的邪气，怎么能够不害人呢？”说完，他向管家要来一碗水，喝了一大口，一口气将水喷吐到竹竿上。小童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冲击，连人带竹竿跌倒在地上。这时，郡王女儿的脸色好了起来，能够睁开眼了。原来这2个鬼是主仆，主人是那个18、19岁的少女，而那个老妇人是她的奶妈。少女还未出阁，便经奶妈牵线与人有染，被父母发现后认为有辱门第，就将她和奶妈一起活活投入井里，用块大青石把井口盖住，让他们不得出来。这样还不解气，还把他们的罪过刻在青石上，以示天地他们是罪有应得。天长日久，石上的刻字已经淡漠，但他们的怨念一直未消，便化为鬼怪。今天晚上被小姐撞上，才有此难，此处不可再住人了。后来韩家的这座宅子被改作皇家存放杂物的佐藏库了。